最近呢，我遇到一个26岁的姑娘哈，她遇到了一个两难的选择。大家来看看她应该怎么选更好一点呢？现在呢，她是大学毕业哈，在北京工作啊，以后呢也打算呢留在北京生活。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哈，这女孩身材特别的好啊，高个儿大长腿哈。父母呢都是在老家体制内工作的，算是那种小康家庭的女孩，小家碧玉的哈，长得呢挺可爱的。现在呢，她是遇到了2个男生，一个呢是她大学的同学哈，人长得很帅啊，目前在一家央企上班，工作呢还算很稳定的，家里在北京也可以买个房，但是只能交首付，后续可能会面临要一起还房贷。那这个男生呢，他自己来讲的话哈，是比较喜欢的类型，男生对自己的事业还是蛮有规划的啊，这个人是很聪明的，现在也在往自己设定的目标上努力，上进心还是很 OK 的，因为共同经历比较多嘛，所以说他们俩是比较聊得来的，很多共同语言。但是就是在经济上呢，可能稍微的差了一点点。那另外的一个呢，是北京本地的男生，家境呢很好啊，家里有多套房产，父母呢都是在做生意的。这个男生对他呢也非常的好，在工作啊、学习啊这些方面哈，对他有很多的鼓励和帮助。但是这个男生从外形来讲呢，就不太是他自己很喜欢的那种类型。但是在经济方面呢，这个男生又比第一个男生要好很多很多，所以以后不会在经济方面有压力。他现在纠结的原因就是，如果跟第一位结婚，可能后来会面临一些经济上的问题，他也不太希望未来会因为这些问题哈，造成生活上的矛盾啊、吵架离婚啊什么什么的。那选择第二个呢，那可能在经济问题上呢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自己可能就没有那么喜欢他那他现在很纠结嘛，如果选了第一个呢，又怕未来他如果经济条件一直都好不起来，那自己会不会后悔当初选了他放弃了第二个男生呢？但那如果说选择了第二个男生呢，又怕自己没有那么爱他，结婚之后万一过不长久又怎么办呢？现在经济方面哈，好像成了一个核心问题了。选择了第一个怕将来没钱过不好，选择了第二个呢，怕将来有钱没爱过不长久。万一第一个后来变得有钱了，自己又会不会后悔？所以呢，她嫁给第二个哈，可以理解为嫁给了物质；嫁给第一个呢，可以理解为嫁给了爱情。那大家觉得她到底应该怎么选更好一点呢？一个女人年轻的时候如果你太挑剔了那你年龄大了之后必定是被别人挑剔的。前几天我这有个42岁的未婚大龄女人私信我她说有没有希望再找到合适的，其实还是想结婚。她自己都说以前自己太挑了，所以呢挺后悔的。现在想想之前那些错过的人其实还是都合适。但是当局者很迷嘛，那会儿自己觉得自己条件好，反正呢都能挑出别人的毛病来没有满意的，好像全天下男人都配不上自己就算后来有过接触的异性，也没觉得相处的多好。我可能对婚姻也有一种洁癖吧，我不能去接受一个有瑕疵的婚姻，所以我不但在追求一个完美的人我还在追求一个完美的关系。我害怕吵架怕那种破碎的感情和勉强维系的婚姻关系。我要的是一个没有问题的感情，不需要动脑子就能维系的婚姻。所以我觉得自己的想法是不是问题太大了？可是现在我还能找到什么样的人呢？他让我给他一些建议于是我说，那你现在找的话，就得把你的条件放低了才行。找个条件不如你的可以的。如果想找条件好的，可能你就得考虑那个岁数比你大很多的老男人，可能还是离异有孩子的那种。他一听就说那我还是宁愿找个年龄相仿的，条件不如我的。这个时候我就给他看了几个男士的资料。他看完了之后说，姐这几个我感觉都没啥眼缘。你想想我如果找个条件不如自己的，那我想我得图点啥吧，长得好看也行或者比我小的，长得阳光的，条件差一些的。我这么一听真的又很无语了。年纪跟你差不多或者比你小的，他但凡长得好阳光帅气，就不会缺女人喜欢。你要是想要养小白脸那你这点实力其实又不太够。你虽然比普通人条件好一点但还没有好到可以让一个阳光帅气的比你年轻的男人愿意跟你去结婚的。他短择一下是可以的，你想跟他结婚基本没戏后来他又改变了想法说那就找个条件比我好很多的，年纪大的10岁以上的男的也可以的，那样的话最好资产能过亿。这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他了我们的对话也就终止了。
我不想在这儿跟他费劲了。我相信啊，如果我真的给他介绍个50好几的啊，资产过亿的，他估计还嫌人家老呢。所以那句话说的没错啊，出来混啊，有些债你一定是会还的。特别是女的，年轻的时候你太挑剔了，等你年纪大了之后啊，就会被别人挑来选去的。就像下午的那个菜市场啊，论吨卖了啊，都没有人要，你们说是不是啊？我发现现在女生找对象好像不太看重人品了，是吗？他们嘴里要找的都是有能力啊，长相好，学历高，情商高，对他好，会给他花钱，给他浪漫等等啊，这些要求好像跟人品都沾不上边了啊。要不然为什么那些脾气也很好，不抽烟不喝酒不去夜店，每天准时回家努力工作踏实肯干的男孩一般都是单身呢？他们为什么找不到对象呢？这些男生思想还特别的简单啊，不太会跟女孩去交流，也不太懂得任何的套路，大多数都是大直男，不会讨女孩的欢心，也不太会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琢磨女生的心思。而且呢，他们往往还都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啊都用在自己的事业上，所以导致他们的圈子非常小，接触不到什么女生。最重要的是，这些男生啊一般也不会轻易的就开始谈一段恋爱，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开始的时候，那一定就是很认真对待的，一定是要奔着结婚去的。他们从来不会玩弄感情，从一开始的时候啊，他们对待感情就会非常谨慎，考虑的呢也会比较多，性情是比较稳定的啊，情感也很专一。往往他们也是很重视家人的人，对待父母和亲人从不吝啬自己的付出，对朋友同事他就是一个正能量的载体，能给别人带来善意的帮助啊，就能开心半天了。这种男孩可能他对金钱的欲望呢不会太强，他们觉得自己认真对待生活，努力工作就行了啊，不一定非得事业有成黄金万两。在做人做事的道德方面呢，他们是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的。渣男这个词儿啊，跟他们完全搭不上边儿。即使他们在生活中接触到了这种价值观的人，以他们的认知和修养，也是不允许自己啊成为这样的人的。但就是偏偏有很多这样的男孩，他们反而啊很多都找不到女朋友，没有女生看上他们。大家来说说，你是这样的男生吗？你现在还是不是单身？来到我的评论区去蹲一蹲啊，看看有没有缘分来找你，好吧？现在的相亲哈，简直就是把男生在往绝路上逼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哈？前几天我这里来了一个95年的女孩，跟一个90年的男生相亲之后呢，双方都有意向继续接触一下。结果他们回去之后哈，一聊天就出问题了。男生呢，他是个码农哈，天天的很少跟女孩接触。大学的时候呢，他谈过一场很短的恋爱。后来工作之后呢，又天天忙于加班呐、业务啦，每天留给自己的时间真的是少之又少的。休息时间啊，他除了睡觉吃饭啊，就是打打游戏。业余生活很枯燥的啊，也没有什么社交。所以因为他累啊，一到休息啊，基本就不太想出门。但是眼看着这个岁数啊到这儿了，家里啊也开始催他，这时候他才出来相亲啊。可是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呢，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经验，更不懂得女生的心思，聊天呢也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去哄女生开心的。所以呢，跟这个95年的女生一开始聊天就纯属硬着头皮找话题聊，每天他也早安晚安的聊哈，确确实实聊得很尴尬。他觉得自己这是礼貌性的在问候，然而呢，他不知道现在的女生把这种聊天叫什么？人家说这是渣男的套路耍嘴皮子的。他们认为行动比嘴上说要来得靠谱得多。所以呢，女孩这边呢就很不以为然了聊了一天之后就有点爱答不理他了。于是男生眼看着这聊不下去了呀他也知道自己不是那种聊天的高手，就想要不然就约女孩出来吃个饭，面对面的沟通了解得了。可是呢，约了2次女生都在推脱。一会儿呢说自己周末要加班了一会儿呢又说她约了闺蜜要去看电影。总之非常难约。男孩呢还是想坚持一下那他就来找我了。于是呢，我就问女孩咋想的，不想接触的话你就跟人家说清楚就得了。她说反正也不是那么喜欢吧，但是呢也没有那么讨厌，其实还是可以继续接触一下的。于是呢，就在我的撮合下女孩呢就出来跟男生见面了。他们周末呢在一起待了一整天。这一天呀，他们吃饭看电影买奶茶吃零食，还去了一个小网红景点。总之呢，所有的花销男生都承担了，女孩呢一瓶矿泉水都没有买够。对于这一点男生第一次出来呢花了点钱呢，他倒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可是回来之后呢女孩呢就开始跟我抱怨了，
他说这个男生啊，现在事业平平，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空间的，但是啊，还一直在侃侃而谈啊，未来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呢，还聊到了买房什么的，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啊，现在的收入不大可能啊买得起北京的房子的。虽然呢，我也没有那么物质，但是我更希望他能实际一点啊，说点现实的啊，没有必要跟我画饼在这儿。另外吧，还觉得男生有点抠哈。他说啊，两个人第一次出来见面啊，男生呢选的餐厅居然是一个人均消费才几十块钱的小饭馆。自己呢虽然不用非得去吃那种上千元的大餐，但是啊，就这么着感觉啊是挺被敷衍的。所以他对男生的喜欢啊还是出不来。他还觉得啊，男生的情商太低了啊，一直在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对于别人的想法似乎呢就关心的很少。这一次的交流啊，他认为是没有加分的，反而是减分了。后来他们其实又见了几次啊，正好呢元旦的跨年的那一天啊，男生就约他出来吧。女生说啊，还是有一点点小期待的啊。结果来了之后啊，发现这个男生仍然穿着前几次一直在穿的那件衣服。他说他真的很下头啊。然后呢男生还给他带了个小礼物啊，是一个小公仔哈，一只小猪，应该呢也是一个100多块钱的东西。这一次之后啊，这个女生啊就再也没有赴这个男生的约了啊。所以我就发现现在的女生其实啊，她们真的是不太会选人的。大家来说一说啊，一个男生啊不会聊天，是不是只能说明他没有多少恋爱经验？这个难道不是件好事吗？然后他出去花钱不大手大脚的啊，那不是他太抠，其实他是会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何况就算他想给你大手大脚的花钱，那是不是也得等你们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之后了，他才敢那么给你花呀？再说了，你连一瓶矿泉水都没有买过，这到底谁更抠啊？对不对？人家给你规划规划未来啊，说一说他自己的对未来的一些想法，这个就算他现在没有那么好，至少他是想努力的啊，给你畅想一下未来。怎么就成了在给你画饼了呢？反正总之我觉得现在这种舔狗式的相亲真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要是男人都是那种特别会聊天，又懂女人的心思，还会哄你开心，花钱也很大方，那你们能都单到现在吗？何况那种什么都会的男人，他也不缺女人的，那才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彻头彻尾的渣男。大家来说一说，现在的这种恋爱观是不是在把男生往绝路上逼吗？好男人都找不到对象，你们说是不是？33岁以上的女生你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同样是年薪100万的男生和女生，区别怎么就这么大？一个33岁左右年薪100万的男生在相亲市场他就是个香饽饽，他可以选择很年轻漂亮的女生，关键的是这些年轻漂亮的女生呢，也都愿意嫁给他。而一个33岁以上年薪100万的女生，你却无人问津，因为你跟那些年轻漂亮的女生择偶要求是一样的，所以呢你竞争不过他们，人家就是比你的胶原蛋白多，腰就是比你细，腿就是比你长，娃就是比你好生。你别说男人肤浅那些条件差的男人就不肤浅，你嫁吗？你说你也能吸引弟弟找个小的，那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别犯傻。你别忘了弟弟也是个男人所以在他的骨子里呢也是肤浅的。之所以现阶段他能接纳你，那是因为他可能需要你的钱。而那些年薪100万的男生不会选择你，是因为你的钱他又花不到所以你的钱跟他1毛钱的关系都没有。这个就是为什么相亲市场里年薪100万的男性很受欢迎，而年薪100万的女性呢却无人问津的原因。你们说对不对？